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今天呢，我们来讲3个人，同一天同一个行情，同样持有比特币，一个呢爆仓了，一个差点还赚钱了，还有一个他以为自己找到了每个月稳定赚钱的方法，结果呢死得比第一个还惨。上一期呢，我们讲了什么是期权，从公元前600年泰勒斯的榨油机到1973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再到今天的比特币交易市场。很多人看完了以后说，原理我懂了，但还是不知道真实的行情里边该怎么操作，还是脸懵。今天的这期呢，我们就用这3个人的实际案例来解释一下期权到底是怎么用的，用不好你可能死得很惨。我们把时间给它拨回到2026年的2月5号深夜12点，比特币当时的价格是73000美元。群里边呢有人说下一站10万，小月看了一眼 K 线，很稳，他放下手机睡了。入场3年，2022年比特币价格从69000跌到了15000，他扛过来了。FTX 暴雷，整个行业地震，他也扛了过来了。而且最近呢，新闻里边正面和负面的消息都有。Tom Lee 和木头姐都表示过，比特币已经打破了4年周期的魔咒。这次和以往它不一样，因为机构进来了，之前的下跌都是为了蓄力，接下来呢会连续冲高的。2026年的目标价是20万到25万之间，所以这一次小 A 坚持看多，他把全部的积蓄都打出来了，买了2个比特币，又开了5倍的合约做多。睡前呢，他在群里边说了一句话：这一波稳了，等着数钱吧。小 B 那天也睡了，但睡觉之前呢，他做了一件小事，打开 Deribit， 花了10分钟的时间，用800美元买了一张东西，然后关掉电脑睡觉。小 C 那晚上没有睡好，他在翻看自己的账单，处在一个过度兴奋的状态当中。过去3个月的时间，他的收入是600刀、800刀、1200刀。他心里盘算着，这个可比上班强多了。这个就好像家里边有一个小人来帮你赚钱一样。然后呢，他也睡了。早上8点，比特币62000，4个小时的时间，跌幅14%。小 A 的手机先响了，不是新闻，是一条短信：您持有的合约仓位因为保证金不足，已经被强制平仓了。2个比特币，3年的积蓄没了。小 B 的手机也震了，他看了一眼，打开账户，把昨天晚上他买的那张东西卖掉了，然后呢冲了杯咖啡，坐下来看看群里边其他人都是一个什么反应。小 C 的手机呢也响了，他打开账户，一个数字已经变得非常大了，不是收益，是亏损。系统在提示他追加保障金，他的手呢开始发抖。同一天，同一根大阴线，3个人3种结局。今天的这期呢，我把这3个人的故事讲完。先说说小 A。 小 A 呢，他其实死在了一件事上，过度自信。他以为自己能够扛过去，他就能够扛到未来。2022年他能够活，是因为他当时没有开杠杆。这一次呢，他开了5倍。他自己以为自己已经很谨慎了，才5倍。但5倍的杠杆意味着什么呢？比特币只要跌20%，它的保证金就清零。从73000跌到62000是14%，这个听起来还没有到10%，还有缓冲，但加上手续费，加上滑点，那条红线比他想象的要近多。他设了止损，但那根大阴线跌得太快了，流动性瞬间枯竭了。止损单挂在那里边，根本就没有人接。止损没有触发，爆仓先来了。这个是合约最残忍的地方，他不给你反应的时间，他只认一件事儿：保证金够不够？不够，出局，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没有说再等一下的可能性。后来呢，比特币确实反弹了，小 A 是死在了来不及反应这5个字上，不是方向错了，是他根本就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的缓冲余地。再来看看小 B， 同样的，我们回到2月5号的那个晚上，小 B 呢，他其实也看涨比特币，
但他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呢是他以前玩合约爆仓花了很多的学费才慢慢养成的一个习惯。每次开仓之前，他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错了，我最多容忍自己能够亏多少钱？那天晚上呢，他自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没有开仓，只是保留了现货。同时呢，他觉得没有任何的保护，心里边不踏实，一旦暴跌，他也承受不了那个心理压力。于是呢，他打开 Deribit 买了一张 Put。Put 是什么呢？我们在上期讲过，这里边再简单的给他回顾一下，它其实有点类似于给你的新买的手机，你去买一个碎屏险。当你花了1万块钱买了一部全新的手机，你知道万一手机的屏幕摔碎了，我不想花大几千块钱去换屏幕，所以呢，花200块钱买一个碎屏险，把最坏的情况给它锁住。Put 呢，就是给比特币买的碎屏险。小毕花了800美元买了一张 Put 的期权合约，意思是接下来的30天，如果比特币跌破7万，他有权利按照7万美元卖出。注意，他买的是权利，不是义务。比特币没跌，他可以不用。所以最坏的情况就是那800美元没有了，打水漂了。最大的亏损，他从第一天就开始锁定了。然后呢，2月5号那天晚上来了，比特币从7万3一路砸到了6万2，很多人在哭，但小毕会哭吗？不会，因为他手里边有那张 Put 在涨。为什么 Put 在涨呢？因为当时有2股力量在同时作用，同时推动。第一，比特币真的跌破了7万，这张 Put 立刻就有了内在价值，你有权利用7万的价格卖出，市场价只有6万2，差价就是价值。第二呢，市场越恐慌，大家就越想买保护，这张保险单就会越值钱。价格下跌，恐慌上涨，2股力量叠加。小毕花800美元买的 Put 那天涨到了6500美元。这里有一个认知的颠覆点，上期评论区里边有很多人没有想清楚，大多数人用期权不是等到了到期日再去行权，而是直接在中途把它给卖掉。小毕把 Put 直接在市场上给卖了，800美元买入，6500美元卖出，净赚了5700美元。怎么理解这件事呢？ Put 就像一张可以转卖的保险单，市场越恐慌，你手里的这张保单就越抢手。你不是在等保险公司的赔付，而在把保单转卖给比你更恐慌的人。那天结算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比特币从7万3跌到了6万2，小毕的现货总共亏损了11000美元， Put 赚了5700，实际亏损5300。他也可以选择到期行权，但他坚持看多，所以呢，只把 Put 给他卖掉了，来减少损失。小 A 呢，因为加了杠杆，本金清零。这里呢，我要说一句话，小 B 他并没有赚钱，他只是亏得更少。期权的第一功能从来不是赚钱，而是让你活下来，活下来才能够等到下一次对的机会。2022年能够活下来的人，在2025年才真正赚了钱。2月5号能活下来的人，后来的反弹也赚钱了。市场永远会给活着的人第二次机会。有人看到这里可能会问，期权只能用来防下跌吗？不是，期权的靠看涨期权方向完全相反。一句话，花小钱买一个参与大涨的入场券，价格涨得够猛够快，它会变贵；涨得太慢或者是没涨，它会慢慢的变没有了。比如说比特币现价是7万3，你觉得60天内可能冲高到8万9万以上，你可以花500美元买一张 call。 如果比特币真的冲高到了9万，那么这张500买的 call 可能会涨到6、7千美元。如果比特币没有涨甚至下跌了，最多你就亏损那500块，不会爆仓，不会追加保障金。这个就是期权 call 跟合约的最本质的区别。合约呢，其实是你借钱来博行情，下跌了，债主呢直接把你的本金全部给没收了，全部拿走。期权 call 呢是用自己的钱我来买入场券，如果这个船它沉了，你只是损失了一张船票而已。但买 call 它也有一个陷阱，让无数人方向即使是对了，但还是亏损。买 call
你买的不是比特币会不会涨价，买的是比特币会不会在到期之前涨得足够猛、足够快。简单来说呢，就是买 call 是在买剧烈的波动，不是在买慢慢的去涨。时间是期权买方最大的敌人，每过一天，时间价值在蒸发。这个你会感觉他手里呢就像握着一块冰块一样，你一定要在化完之前给它用掉。比特币涨了 5% 不够，你的 call 还在缩水。买 call 之前呢，要先问自己3个问题：它什么时候涨？涨多少？这笔钱归零了，我能不能够接受？答不上来就不要买。好了，现在呢，我们再说说小 C。开头呢，我们谈到小 C 连续3个月600刀、800刀、1200刀，稳稳当当的赚钱。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他听了某一个大 V 讲解的期权赚钱大法。聪明的小 C 发现了一件事儿：期权呢，不只是可以买，我还可以去卖。我自己来运营，我自己来卖期权，这个就相当于自己开保险公司一样，别人过来买保护，你呢收保险费，坐着等钱进来。于是呢，他开始了自己的期权生意，卖 put， 第1个月600块，第2个月赚800块，第3个月赚了1200。他跟朋友说，这个生意太好了，比上班稳多了，期权就简直跟印钞机一样。第4个月2月5号来了，那根大阴线压了下来，他卖出去的 put 开始自动赔付，比特币跌得越深，他赔得越多，保证金很快的就消耗没有了。系统提示追加保证金，他慌了，感觉这简直就是一个无底洞一样，不敢追了。最后呢，强平出局，3个月赚的2100，一个早上全吐了回去，本金也搭进去了。小 A 呢是太自信了，爆仓；小 C 是以为自己懂了之后爆仓，这个是最危险的状态。半瓶子水，懂一点儿但不全懂，胆子大还敢往里冲。道理呢其实很简单，卖期权呢它其实就是当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为什么能够活呢？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精算师，有准备金，有再保险，他们把每一种极端的情况全都给算进去了。而散户卖期权，如果准备不充分，那就是没有准备金的保险公司。平时呢，你可能赚点这个毛毛雨，等大的台风一来，你全完蛋。还有更危险的一种玩法，叫做裸卖。比如说，你卖了一张比特币的 call， 但是呢，你实际上你手里边你根本就没有比特币。比特币如果暴涨，你必须要去市场里边买过来，你做交割。比特币涨多少你就亏多少，理论上它没有上限。没有上限这4个字你细品一下。我不是说卖期权是错的，专业的交易员手里边卖方策略非常成熟，但那需要严格的资金管理和风控体系，需要真的把极端的行情事先给它算进去。你新手阶段先把买方你自己给它搞清楚，固定最大的亏损，然后你才不会爆仓。等你真正的理解了边界，再研究怎么去卖。好的，今天呢我们讲了3个人，一个工具，一个习惯。工具呢就是这个期权，习惯是小 B 的那个问题。如果我错了，我能不能容忍最大的亏损？我最大的亏损是多少？小 A 回答不了，爆仓了。小 C 以为自己有了答案，最后也爆仓了。小 B 呢花了$800买了一个确定的答案。最坏的情况我自己非常清楚，我知道。期权呢它不能保证你赚钱，它保证的是你在错的时候你还能活下来，活下来是一切的前提。好的，这里是加密星球，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请点赞并订阅频道，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再见。